印度下达行政指令，拒绝在中国制造的特斯拉电动车进入印度市场。为何印度如此抵制中国制造？这件事件背后又反映莫迪有着怎样的打算？绑架西方二选一，印度制造真的能取代中国制造吗？近日，印度公路交通和运输部部长加德卡里明确表态，特斯拉想要进入印度市场，就不得在印度销售中国制造的特斯拉汽车。意思是，如果特斯拉想要在印度售卖自己的汽车，前提是不可以在中国生产的车型，不然就不能在印度出售。此话一出，立马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。印度这又是在盘算着啥？倒是印度人也实诚，加德卡里信誓旦旦地讲，特斯拉应该在印度本地生产制造，然后提供给印度客户，从而能够波及到全球其他市场。而为了特斯拉能够在印度生根发芽，印度政府还会为特斯拉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和帮助。言下之意，印度市场才是时下最为倚重的市场，特斯拉应该考虑一下在印度建厂生产。可以看出，此次印度拒绝中国制造的特斯拉汽车进入印度市场，意图很明显，就是在胁迫特斯拉二选一在印度建立工厂。早在今年3月份，加德卡里就明确向特斯拉承诺全力支持印度工厂的建立。这次更是强调，无论你们想要什么支持，我们的政府都会有求必应。而有求必应的支持，无疑也是印度敢于要求特斯拉二选一的底气所在。这也表明印度始终没有放弃拉拢特斯拉的想法，并且随着其国内的环保、经济等压力加大，也越来越直白而迫切。特斯拉作为美国制造业的代表，不单单是一家汽车制造工厂那么简单，它甚至已经成为西方经济体的象征，逼着特斯拉二选一，无疑就是逼着西方在中国与印度之间二选一。而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成功，说印度人不眼红是不可能的。然而，特斯拉选择中国而不是印度，并非印度人想的那么简单。加德卡里承诺，印度政府将为特斯拉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，并直言：“我已经告诉特斯拉，不要在印度销售你们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。”根据印度官方公告，特斯拉在今年8月份获得了在印度生产或进口自种车型的许可。客观来说，印度电动汽车市场被视为一大蓝海，任何有心做大的企业都不应该忽视。就近期的表现来看，据印度卫生部10月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，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000万例，疫情仍是其社会经济复苏的重大障碍。尽管数据显示，在第二波疫情最为严重的第2季度，印度经济竟然同比增长了20.1%，但这个高增长率主要是由于去年的基数过低。去年4月至6月，印度实施了全国封锁措施，经济同比萎缩高达24.4%。因此，如能成功引进特斯拉，其意义就不只是在电动汽车这个单项发展上，更大的目标则是希望能借力特斯拉这个极具象征符号的跨国公司，为其他外资进入印度市场做个榜样。当然，这同时也能为疫情阴影长久笼罩下的印度经济提振士气。从理论上讲，印度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，每年300万的汽车销量常年保持世界前5。虽然其多数汽车的价格都在2万美元以下，但汽车行业仍为印度贡献了6%的 GDP， 汽车市场巨大。况且，莫迪政府已明确表示，力争到2030年，印度70%商务用车、30%私家车、40%公交车、80%2轮、3轮都是电动的。这些数字对一个跨国企业来讲并非没有吸引力。有报道说，特斯拉已经在印度注册了公司，虽然目前还仅限于销售，但更大范围的发展也正是特斯拉本身的需要。这也让印度有底气喊话马斯克。印度图谋与中国竞争几乎是全方位的，虽然目前还不能达到这个层次，因此在印度制造概念下，以特斯拉为代表的新能源车只是其中一个方面。由于特斯拉极具象征意味及其跨国优势，使得印度几度向其示好，甚至有强拉硬拽的架势，喊话特斯拉不要在印度销售中国制造即是一例。如果能让特斯拉在印度建厂，不仅是莫迪政府的政绩，也将使得印度在新能源汽车层面与中国展开竞争成为可能。可
可以说，在特斯拉这件事情上，莫迪正在下一盘大棋。但是也有人指出，莫迪也在下一盘臭棋，因为真正阻止特斯拉来印度办厂的不是中国，恰恰是印度自己。但是当初在中国、德国等地相继建厂之后，特斯拉 CEO 埃隆·马斯克也将其目光放在了印度，却又困惑于印度始终不够友好的外资环境。交通基建落后，缺乏高素质人才，缺少契约精神，糟糕的管理、腐败的风气等，都是阻止国外企业来印度办厂的客观因素。这些问题不去解决，却想着让西方资本二选一，只能说莫迪过于天真。印度不能正视与中国的差距，不能正视本国国情和国家发展现状。中国作为世界工厂，生产出的大量日用品进到了全球人民的千家万户。这其中也少不了印度。印度虽然已经成为工业和消费大国，但是其工业基础薄弱，人口众多，但是缺乏熟练的受教育产业工人，整体生产效率低下。许多小制造产品在质量、品种和成本上无法与中国厂家匹敌，所以久而久之，从中国进口商品，尤其是日用品，已成为常态。如果印度放弃性价比最高的中国日用品，单靠其国内的日用品生产力，根本无法满足印度民众的日常需求。如果从其他国家购买日用品，别说老百姓是否用得起，就算是增加的市场成本，也会让印度经济难以承受，更别说实现工业化了。其实，西方国家也在大量进口中国制造的日用品的，这也就意味着，不从中国进口，印度人民只有两种结果。一是他们买不到任何日用品，二是只能花更多的钱买同样或者是更差的东西。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，全世界都难以与中国切割，更何况一个国家。所以，印度的幻想只会被残酷的现实所打破。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与发展，不在于其口头的强硬，而在于其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及各项配套设施的保障。加上顺应现代化潮流的需要，能够求同存异，互相学习，共促发展。中国就是以这样一个大国的形象，立足于世界发展的潮流，打造中国品牌，找准产品与市场的契合点，做到扬长避短，同时推动核心技术的内生演化和外部学习的良性互动，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获得了世界的认可，并将承担大国责任，共促世界经济发展。就像有网友所言，在当今全球市场体系中，中国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环，而印度至今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棋子，而非棋手。作为一颗棋子，想要改变规则，只会惹人发笑。